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双方家里呢也觉得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希望我们可以早点结婚，把事情定下来。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他距离我的理想另一半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工作上没有一点主动性，生活上面也是非常的懒懒散散。我觉得他身上有太多需要改的地方了。他要是一直不改的话，我真的觉得很难跟他有以后有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夏，33岁，来自湖北，自媒体；女嘉宾小许，34岁，来自湖北，自媒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想娶这姑娘吧？是的。谈了多久啊？1年多了。打算什么时候娶回去啊？今年年底或者明年5·1的时候。所以今天是想把这个事儿敲下来，是吧？啊，想嫁吗？不太想现在。哦，为什么呀？就我们俩谈了1年多了吧，他现在特别着急，天天在家催婚啊。我现在就觉得，他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也不能自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完全就不是我现在想要的那个对象的那个样子。哎呦，又坏了。那你是打算给他时间继续让他改变呢，还是准备分开？不知道。麻烦了啊。其实之前有稳定工作，然后就是为了去他的城市，我就把之前的工作辞了。啊，他在哪儿？他在武汉。你呢？我是在黄石。之前异地一直2个人有争吵矛盾的，所以去了。他就跟我一起干我那一行，你知道吧？就是他之前是有一份工作，然后他过来找我，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工作。结果他倒好，一过来就过上了躺平的生活，啥也不干，然后生活也没有规划。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自媒体，就是短视频的博主。啊，做什么内容啊？文旅达人，然后现在做种草测评类的都做。他总是说我不上进，我觉得我上班就是上班，然后下了班就是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啊。他就看不惯我在家里面闲着。你说人家换一个工作，那肯定要好好开始学。他跟我在一起1年多了，他也不好好学，剪辑的手法他也不用心琢磨。回到家里面他就看动画片，拍完之后素材他也不看。然后就直接拿给我，有的时候发现声音没有录上，那我带他出去干嘛呀？我一开始也他就一点那种工作的上心的程度都没有，也不适应这个工作节奏。那你有用心学吗？这么长时间，比你入行晚的都比你做得好呢。我有在学，有在练，只是你看不到，你总是看到我闲下来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不乐意做这个事情，每天晚上我就会告诉他第2天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做。我就后面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把我每天的行程做成那种行程表，让他每天如果完成了一项就打个勾。今天我来到这里也给我们导演组准备了我们制定的计划，然后他也是不完成的。看看，你看这个前面是我做的事情，我几乎我每天我安排的事情我都可以完成，然后他后面的他就是完成个1、2项，其他的他就说哦我都没干。行，你这规划的多好啊！这就发现这钱不是白挣的啊！你做不了啊？做不来。我做不来，怎么还理直气壮呢？确实没适应过这种生活状态。适应啊！我跟他说过好多次，我说我慢慢学，慢慢做，叫他不要着急。他每次就是只要我一旦事情没完成或者没做好，就是对我指责苛刻。其实他来到我身边，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工作我是没有团队的嘛，我是一个人。然后呢，我不是只有1个账号。我是有很多个账号，他说他想做我这一行，前面他说他不会做，我就带着他一起做，从选品、内容策划，然后剪辑、文案，什么都是我在弄。里面也有我拍摄的。你觉得你那东西能拿得出手吗？哎，为什么你总是看不到我所做的呢？我取了一段吧，就是自己拍摄剪辑的，看一眼，看一眼，学习。一座城市，一场邂逅，自由的微风吹拂着每个角落。从都市到古建筑，人生的种种体验都是那么奇妙。这里比起我们生活的现代城市更加恢宏大气，每一段路程都值得被记录。我觉得我不看还好，一看我就更生气了。男生，我问一句，你学了多久做这个？差不多小半年吧。
你学了小半年就做成这样？也不是刻意去学，就是每天跟他一起去拍，然后看他怎么剪。不是你然后看不看？平时你看不看这一类视频的？不看呀，偶尔看一些。你肯定不看嘛。他没看，他每天回家就是看动画片，然后打游戏。行吧，别干这个了，干其他的。这赛道咱们不干。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对我这行到底感不感兴趣？如果说你不能做的话，那你不要让我分心，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赌气还是怎么样，他跟我说，其实我不喜欢这一行，我有辆车嘛，就放在家里面闲置。然后我就说，那要不你就把我车拿出去开网约车，你跑一天就有收入这个样子。他说好啊，那我出去跑。然后跑了2、3天也没跑。结果呢？我跑网约车，后来你又说什么呢？你是怎么跑的？他说我昼伏夜出，然后跑网约车对自己身体不好。有时候我在外面开车，他就不停给我打电话视频。哪个正常人睡到晚上10点钟起来，然后再出去工作，不到天亮不回家？你说你到钱没挣到，身体也不好了，怎么办？我觉得我这样的本意是为你好，我是爱你的，我才这样跟你说。为什么总要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去约？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就是对你的生活没有规划，你不会好好爱自己。你这么大个人了，没有计划。我自己活了30年，我对自己生活没有规划吗？那你说你怎么规划？你从小到大干了这么多行业，是你自己找的吗？都是家人朋友介绍给你的。你说你到这来，你也不去思考你以后想做什么东西，那我给你出谋划策，让你做短视频你也不做，让你出去开车你也不好好开。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急呢？我有在做。我不急，我怎么能不急呢？你这1年过来，你赚了多少钱？你跟大家说，你好意思说吗？不说了，哎，说这干嘛？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说一下吧，说一下吧。不说。他1年也就赚3万块钱，他连他自己都养不活。不说了啊，这个能力有大小啊。挣钱有多少？是我其实我可以接受他工作上面没有多大的能力。对。但是你起码要把生活过好吧？他生活上面也是一塌糊涂。生活怎么一塌糊涂了？他洗个碗的那个电饭锅上面还有米，然后我第2天去打开的时候都变成硬硬的，像锅巴一样。然后那个炒菜的锅里面还有油，每一次的那个洗菜的那个瓷子上面都还有菜渣在上面。就是前面1、2次这样，为什么每次要反复拿出来说呢？那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做好呢？其实很小的一件事，一句话就带过了。你说你碗没洗干净，我去洗。为什么要不停叨，不停叨？但是你每次都是你能做好的小事，你都不去做。哪个人可以保证一生生活中不犯一点小差错呢？如果我像你的态度一样去指责你，你会好受吗？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你就是没有用心的去生活，也没有用心的去经营。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从来没有像其他的，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一样说。今天天气很好，我难道没有？我带你出去玩一下。我难道没有问你想去哪玩吗？你是问了我呀，但你带我去了吗？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都没有好好的过节。过节之前我们都会大吵一架。他问我想干嘛，我说我想出去玩，只要是跟你在一起，去哪都可以。他听完我这句话之后，他马上跟他同学打电话，要不我们一起约着出去玩呗？你带上你的女朋友，我带上我的女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当时生气了，我挑头就走了。我说这节我不过了，你跟你同学去过。哎呀，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插不上话，就也不好意思插话。就是一个妈训儿子的时候，你说你一个外人你怎么好，对吧？就反正看不上呗。其实也没有看不上嘛，我对他身上还是期望挺大的。是他在这么长的相处时间以来，一次一次的让我失望了。所以你喜欢的不是他嘛？你喜欢的是他外表下你想象的那个。我是觉得他不喜欢我，他心里面没有我。包括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半年了，他手机里面还留着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然后他当时发我们俩的照片嘛，他还屏蔽了他的前女友。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虽然1年多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是挺介意的。当时这个事我有向你解释过，也向你道歉的。我说我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第一时间问我这个女生是谁，我也跟你大方承认了。我说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我当你面拉黑删除。主任，你知道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他的前女友就像是他以前买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家具，摆在了他的家里。后来逛街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很好看的家具，我就是那个新的家具。然后他也把我买回了家，只是说没有时间把那个旧的家具给拿走。为什么话到你嘴里总就变味了吗？我说我有一个房子，我买了一个家具放在家里面，然后长期不用，我也没扔掉，没整理掉。那你为什么不扔掉？
我跟他是和平分手，也没必要闹得很僵，就是留那了一个。你为什么跟我相处了半年之后还要去，因为在乎他的感受去屏蔽他呢？我也没逼你发我的照片。我能问问题了吗？可以。啊，现在是你想结婚，还是你父母想让你早点结婚？我喜欢他吗？喜欢。你觉得你跟他结婚适合吗？不太适合。你觉得你现在有能力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吗？有。什么样的男人？你描述一下。哪怕他没有很强的个人能力，起码来说他能够工作上面跟生活上面都能够自理，不需要工作和生活能自理。对。就是能挣钱呗。养活自己吧，最基本的。只要养活自己就行。对。哎，你是想结婚了还是想跟他结婚？想跟他结婚。确定吗？确定。所以结婚什么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想跟我结婚，他可能只是年纪到了，然后呢，从小到大也依赖惯人了，也依靠惯了，刚好到我这边来，我也比较能够靠得住。我觉得他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你居然知道我以前的生活状态，以前所有人都是围着我世界转的，我脾气也不好，但是我愿意为你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改。你以前那个就不叫生活，你那个就叫摆烂。不管我是摆烂还是干嘛，以前我是从来不做家务的，我现在会为你。那你以前为你做家务做，那你现在也天天跟酒过啊？我现在已经很少吸烟喝酒了，我以前几乎天天就是下了班没事就是上午成群的朋友去喝酒，酒吧。那你干嘛要娶老婆呀？你娶老婆，男人责任心在哪里？担当在哪里？是啊，我为你在改变呢，你为什么总是看不到我身上好的地方呢？你总是一味的指责。哎，行。生活当中就没有大事情，都是小事情。小事都做不好，能做大事吗？来，我问你啊，你想娶的是他，你确定吗？是的。他要一个很强的男人。其实，在六边形战士，做得到吗？很难，但是在生活和事业方面，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和。你到底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夫行不行？就是我全职在家里面伺候你。那我又看不上。你看，那你觉得以他的这个条件，以你对他的了解，他做个什么工作，你就满意了？能够养活他自己的工作。好，你自己一个月多少钱够？1万来块钱吧，差不多，就是为自己。挣得回来吗？挣得回来。你现在在做什么？花摆，就是给别人公司配送绿植花摆。一个月能挣1万块钱？有。这个行吗？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就是这个工作也是他父亲帮他介绍的嘛。你管呢？他爹他有能力，你管那么多，你累不累？他那个工作他就出去1、2天，然后其他的就一个月30天，出去2天，28天还在家躺着。躺着。他那28天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啊，他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啊。人生是多样的呀，你可以一天工作14个小时，他可能2天工作完了，他的收入就能满足他了。剩下那28天他伺候你，不是挺好的吗？姑娘，你怎么想不通呢？他也没伺候我，生活上是我照顾他比较多一点，就什么东西都是我比较上心一点。这些都是在生活中，除了原则上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这个对他来说是原则。你能照顾好他吗？我觉得相处了1年，其实我们大部分相处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但是有时候2个人脾气矛盾。的确是挺开心的，我也感觉到你开心，但是我不开心，我是真的，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你说我也。姑娘，咱今天是来散的嘛？我可是玩着命的想帮你把这男孩拉住啊！我就想让大家帮我去解决一下我的心中的困惑，我也想要个答案，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好。答案很简单嘛，就是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生活方式嘛，你非要把你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嘛？那我们俩以后不是要在一起生活吗？什么磨合呀，对吧？你要不然你听老师们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俩这样以后还能生活在一起吗？得打个问号啊！你们2个人啊，就是2类人。你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完全不同。你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现代女性都追求的优秀的独立的女生，把自己的生活以及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对自己严格要求又非常自律。算是。说白了，你现在你自己啊，给自己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是他这一类男人无法给你提供的，你压根儿看不上他。你现在瞒拧自己在干嘛呢？你不光瞒拧自己，你也在瞒拧他。
你非要把你想要的这种东西强加在他的身上，他不接受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轻轻松松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玩游戏。姑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追求的人生快乐的方向都不同。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吃个冰淇淋我就是快乐的，但有的人觉得我吃冰淇淋太凉了，对我胃不好。那你说这两个人，你怎么能要求那个吃冰淇淋会胃疼的人去感受到吃冰淇淋的快乐呢？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去要求他，你非得把他变成一个你期待当中的那个男人，他变不成的。对于男生，我想说的有一点，我觉得你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你一直可能没有说出来的，你觉得你是为爱而奔赴，对吗？你把自己躺平的生活的锅甩给了他，就是你现在其实肚子里面是有怨气的，我能稍微感受到一点，你现在是在跟他做对抗。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躺平的，就是因为他一直指责你，一直指责你，然后你心中有不满，就是我已经为你来到武汉了，你不买单，你还指责我，那我干脆不工作了，我干脆摆烂了。再加上你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动力不太强的人，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为爱奔赴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之一，你不是说你的人生只剩爱情，你也不要把锅甩给他。因为当你选择要奔赴异地的时候，你就要想明白想清楚，在那个城市除了这个女人还有什么值得你到那个城市生活的。如果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就不要说为爱奔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请问你拿什么爱他？老师，您说的大致我觉得都是说的对的，但是有一点，在和他工作的期间，就是我有一点都没做好的时候，他会很大声的指责。所以我说他的我会很抵触这种情绪。对，所以我刚才说我讨厌别人用命令用那种态度跟我说话。对，所以我说了，他的指责让你产生抵触情绪，你可能就更加的躺平和摆烂了。其实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我有压力的。你要想到一点，他是一个多么自律的人。他不光对自己自律，他不光对自己自律，他一定对他的伴侣也有要求。所以呀，你如果接受不了这样的，那你就走就好了，因为你跟不上他的脚步。两条不同路上的人，何必拧巴在一起呢？太累了。女生，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情况哈，就如果说工作上你看得起他了，你生活上一定会看不顺眼。生活上如果照顾你好了，他有那么多心思像你一样自律的去工作吗？所以我的理解是，你完全不知道你要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多元的，家庭的这种婚姻关系也是多元的。你抓住你的重点矛盾、核心矛盾，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为生活伴侣，你就找他，他在生活上能陪伴你。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是合作的关系，你就找一个合伙人，你们搭档去工作赚钱。你都搅在一起，什么都得不到。他既在工作上做不好，他在生活上也照顾不好你。男生呢，我觉得你也是摆烂的太快，一说放松躺那儿了，妈也照顾，什么大姨儿二姑一个个都宠着你，他们能接受你摆烂放松，但是这样的女性还接受不了啊。她不是你的家人，她不是你家里女性的那部分角色。其实老师还是那句话，我跟他在一起，我自己会让自己心理建设有压力，我会想撑起这个家，负起这个责任。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但是他有时候对我的苛刻会让我产生很严重的抵触。没错，这就像莎拉老师说的，你们俩就是因为不合适。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强的女性，她说：“哎，亲爱的，你不用那么辛苦啊，什么赚钱养家，你就开开心心的，你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健身健身，我赚钱，然后咱们把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我让你给我拍菜的时候辛苦，亲爱的，你帮我拍一下啊。”你去找一个那样的女孩子，而不是她。所以不合适不代表你们没有曾经相爱，只是说希望在你们前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女生啊，真正的知道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找到合适的伴侣。去愉快而不纠结的生活，谢谢。不合适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是因为你们双方都误读了一些信息，一些信号啊，误读了、误解了。女生啊，当她辞去工作、远离家人、投奔你的时候，你是被感动了，所以你要对她有责任。
我们在一起一定要生活的好，工作好。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了你们的爱情，你可以奔赴到他所在的地方吗？放弃自己的工作，你可以吗？说实话，如果他能养活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你是不可以的。你这么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未来全交给一个感情不是那么深的人呢？你绝对不可以。那我给你解读一下，他为什么能够抛弃掉自己的工作，然后来找到你呢？不是因为有多爱得深，而是他得到的那些工作呀，太容易，那是靠他的父母、靠他的朋友给介绍的。他在工作当中一定也不那么主动，所以说很轻易的可以放弃。放弃一件东西未必是他觉得另外东西更重要，而是说这件东西啊不是很重要，无所谓。如果真是为爱来的话，他难道不了解你吗？那来了之后难道不积极去工作吗？难道会是这种状态吗？不可能啊。他来就是觉得那个不那么重要，随我的心到你身边，有多爱啊？他以为很爱，到了之后呢，不能够因为自己这份爱而委屈自己。你们俩的模式相当于你是一个导师啊，你就告诉他怎么去做，你给他列出了每一天的工作学习计划，甚至连健身多长时间都得规定了，他受不了的。他不是这么严格的能够按照时间表去行动的人，这一点你还不了解他吗？你了解吗？我了解，因为他不会去做。那你还要这么去规定他？每次吵完架之后，每次我大发情绪之后，他还是会有所改变，但是有改变并不多。所以这是他的本质，他是改不了的。你既不是一个好的恋人，但是他又在每一次当中又会给我一些希望。你自己给自己的希望。如果你真的能够指导他，给他列出每天的安排，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学生是怎么样的吗？他行吗？他是那块料吗？他不是啊。所以我今天就把他拎到这个我们也办不到。我们能告诉，我能给到你的不是一个改造的他，而是一个改变的你。你怎么可以改造这个人呢？改造本身就说明了你看不上这个人啊，这个人不是你要的那个人。请问他哪一点你满意了？你不啊。男生，我说的对吗？你说你心里还有个大男子主义的那种状态是吧？你反抗啊，你没有啊，你采取回避的方式是抵抗啊，对不对？有反抗过，但是有用吗？他说的就是要想为了我们以后将来更好，你现在出去打工啊，你能赚多少钱呢？你跟我一起好好搞这个事，我们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请问，你相信吗？我相信，但是我你相信？我确实有时候做不来。你是迷茫的状态，对吗？好像听起来他说的都对，但为什么怎么过得那么难？你跟他在一起快乐吗？恋人在一起，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导师。你来到异地追求的爱情是你想要的吗？断然不是啊！赶紧分吧，好吗？就这样。就是我你们两个人啊，在网上你们两个人啊，经常看你们两个人啊课。我也今天把我男朋友拎到这边来，也想当着陆琪老师的面，把我们俩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没有很多社交的时间，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然后我会经常去看一下他那个就是算爱社，我是您的会员。然后我今天就是特地把他拎过来，拎到这个节目上面，让就是能够当面把我们俩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还是一样，该骂还是要骂的。你们两个人啊，都不明智。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个人啊，特别爱插话？所有老师说话，你们都插话，就擅长于辩解，不擅长于理解。其实你们到最后，既不理解对方，也不理解自己。姑娘，你是我算爱社的会员啊，你应该知道我平时的风格。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忙的人，对不对？我是个创业者，你应该知道我创业很多年了。你不是个合格的创业者，虽然你很自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整体的心理逻辑是不平衡，从心底里面你对这个男人所有的不满都来自于不平衡。为什么我那么累，你那么闲？为什么我赚钱，你在家里面闲着打游戏？就你心里面满满的全是这个。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你身边，你是 OK 的，是满意的，是可以的。你真正的不满意来自于我每天拼死拼活，
你却在家里面刷着手机玩着小游戏，这种不平衡感主宰了你的整体的情绪，以至于你现在对他有那么多的抱怨。那么这个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他选择家庭伴侣的时候他是怎么选的？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在选择家庭伴侣的时候，我们会明确的和我们的团队功能做一个功能区隔。每一个创业者都知道，我是一个拼命拼的人，必须要有人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里面，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明确的区隔。你根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对他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情绪，而不在于理性的思考。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对于你男朋友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是自律的人吗？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的。既然他不是，那你为什么会让他去做一件需要自律的事呢？你想的还是自己嘛？你希望有人能帮你，你希望有人可以在工作和事业上能够跟你产生一个辅助性的东西，所以你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之间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你也是一样，你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的理解吗？你所有做的事情，你所有讲的话，你所有说上我付出了很多，我承认你付出了很多，但是你所有的努力都是无效的，你知道为什么？你女朋友她要求一个男人有事业心，你这一点没做到，你所有的付出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是一个没有热爱的人。小伙子，你说我学了半年多时间剪出一个视频，我妈剪一个视频都比你好，话不好听，但你自己想一想，你对她没有热爱，你既不爱自己，也没有资格被这个姑娘爱，这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嘛。所以你不需要辩解，这个事情不需要辩解。为什么？我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我直觉我们两个相处，我觉得快乐的时光大于不快乐的时光就足够了。所以你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你把自己封闭得太紧了，当你抵御所有人的批评的时候，你可能连一句真正的建议都听不进去了，这就是你的不自知和不知人。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的话，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去联系他。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说我们是爱宝的老粉丝，陆琪老师就会给你们一份新手的礼物啊。你自己看吧，你清醒，你也清醒，不改变。我听老师们的意思就得分开，要改变都要调整。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今天所说的是和我们生活点点滴滴发生的事，我觉得还是生活中一些小的矛盾。在工作上你跟我说的我都能去改进进步，但是在生活上我觉得你不是说的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也希望你在某些时候多站在我的角度体谅一下我。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说没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那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觉得无论是从用心的程度还是付出方面，我都要比你多一些。其实你也是知道我的需求的，我也跟你讲过，然后你总是达不到。我今天就想知道你心里面到底怎么想，到底有没有我。唉，还要问到底怎么想？不就几个字儿吗？没有这个能力吗？那还看不清楚吗？你这个，他的能力就在这儿了，这是他能力的天花板呀。陆琪老师白跟你说了。我想知道他是因为年纪大了，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合适呢，还是真的喜欢我？就不是人家喜欢你啊，怎么不喜欢？就都看到这段爱了吧？你爱不爱他？爱。完了吗？我爱你，但是确实，我这标准不达标，你愿不愿意破格？他不是不想，不是不爱呀，他就是离你要求他差嘛，就这么点儿嘛。还有要问的吗？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做预测吧。双出吧。我觉得女生其实不是跟这个男生较劲，她还是跟自己较劲。女出男不出。其实女生她完全被自己的情绪给控制住了。
他如果理清自己的情绪的话，他会发现这男生其实挺适合的。双出吧，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们，男生应该在吧？你看，女生也该回来吧？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幸福时刻。你要是不改的话，那我就回去了。陆琪老师，最后送你学生一句话吧。有一句话叫“张弛有道”，要有张有弛，要有紧有松啊，弹簧还要让它弹回来的时候。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我就讨厌。你俗话说不就行了吗？俗话说打一棍子给一个枣。哎，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祝他们找到那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爱情和生活的方式，幸福开心。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她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总是给我添堵。每次都说我蹬鼻子上脸，是她离我越来越远。她是跟谁结婚都行，我只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备选。我现在做什么她都挑刺儿，就是想找借口跟我分手。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龚22岁，来自河北工厂技术员；女嘉宾小黄23岁，来自河北待业。有请两位，有请。老师你好。好好好。22。对，22岁。要分手。还得把彩礼退了。是。给了多少钱彩礼？订婚的时候给了20万彩礼。退吗？我不想分手，我还想跟他好好在一起。为啥非要分手，小子？因为平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特别任性啊。然后我俩都已经订婚了，他也不拿我家里人当家里人，就感觉他父母是他父母，然后我父母的话就不归他管。什么事儿让你有这感觉的呢？就之前我们订婚的时候，我不是给他20万彩礼吗？就前段时间，我爸跟我说弄一个小生意，因为平时我爸就是上班的，手里也没多少钱。之前再加上给这20万彩礼，也没多少积蓄了，说手里差个3、5万。他跟我说，你看能不能和他们家就是借个3、5万应应急，说以后再还给他们，这不挺正常的吗？我俩都已经订婚的一家人了，我说拿个3、5万应应急做生意呗。我跟他说完之后，我没想到啊，当时就炸毛了，啊，跟我吵一架，说什么？啊，你爸没这个脑子，就别去做这赔本买卖了。你说一辈子打工命，你花这钱干啥？这彩礼给他，他不可能退给我了。我哪说这么难听的话了？我就是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干，他爸呢也没有做过生意，瞎折腾啥呀？而且真赔了，这大窟窿咋补呀？那当时我还跟他说了，我说是管你借这个钱，如果说真要是我们赔了。这个钱也是我会还给你的，而那窟窿也是用我工资一点一点补啊。可是咱俩要结婚的，你的工资补窟窿去了，那我的工资咱俩生活，那生活质量不都降低了吗？不是，老师，那他还说了，我俩要结婚了，我俩结婚以后，难道就光靠我一人工资养活这一家子？行，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师，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让我最生气的。说生气的事儿。就是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之后吧，我俩吵架，他10来天没理我，我给他发消息不回，找他还躲着不见我。赶后来我才知道，这10多天他跟他爸妈相亲去了。哟，姑娘，这事儿可就不地道了啊！相亲去了？对。不是你这，把彩礼要了，然后你跟别人相亲去了。我俩都认识10多年了，而且在一起也得3年多了。我家里看他家又要折腾这些事情，怕我以后生活不稳定，生活不好，这让我多一个选择嘛。再说我不想相亲。不是，那你干嘛去呢？因为家里就已经安排了，我总不能见都不见一面吧？我那个跟我妈他们对着干，毕竟是我妈妈。好，算你有难处，没相成是吧？我本来就不想相。啊，是对方没看上你。我不想跟他们去相，我就应付一下。他现在说他不想相，那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呢？再说他现在还在这跟我说他爸妈啊，我俩现在能走到这儿，全凭他爸妈的功劳。咋了？
就平时在生活里边，他爸妈就不待见我。就拿我们那次订婚宴来说吧，他爸妈一上桌就摆着个冷脸，就各种不耐烦，就好像不赞同这门亲事一样。然后你说我当小辈我也没办法说啥，我爸他们也不会说。你说人摆着个脸，你就在旁边陪着笑脸呗，说点好听话呗，弄得我心里边也难受。他当时也没说过什么话，就在旁边瞅着。我俩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爸妈想着能成就成吧。哦，忍了。可是我爸妈也不是冷脸子呀，我爸妈就是因为养了20多年的闺女突然要嫁人了，我爸妈都不舍得，到他们家就变成冷脸了，就是给他们脸子了。你怎么总这么想我爸妈呀？这个我们还是理解什么叫不舍和冷脸的，你不要把别人这个是吧？可是我爸妈就是不舍得呀。那就算他父母那次是不舍得啊，之后去他家那几次呢，我每次去拎着礼品去了，他爸妈就明里暗里的讽刺我呀。这礼品花多少钱呢？今天呢？这我留着自己喝吧，拿不出手啊，这也呀。就这么说啊？明里暗里都这么说嘛，就这意思嘛。吃饭的时候又开始跟他说话了，你学学你表姐，你表姐今天男朋友回来拿什么礼品了？多高档，多有面啊！可是我表姐拿了就是拿了，人拿的贵就是拿的贵，你还不让人说了？那我父母不想我也有好的生活吗？再说了，老人有点虚荣心，咱做小辈忍着不就行了吗？承认他们有虚荣心是吧？老人嘛，都希望自己子女过得好。那他爸他妈这么说你能忍得了吗？就说，哎，你学学你堂哥吧，找一个温柔懂事儿的，找一个漂亮的。对，这个话你能受得了吗？哎呀，我发现这种事儿还是女人对女人好沟通啊，我就接不上那话，你知道吗？知道哪儿不对，但是不知道怎么接这话。行吧，这个算有疙瘩，但是你们俩的感情应该还不错，为什么要分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平时那些问题，我跟他平时也很累得慌。他刚才说他父母攀比，他跟他父母就一个屋子里边磕出来的，平时比他父母还过分呢。有事没事跟我说，她闺蜜男朋友给她闺蜜买啥包了，多少钱，又去哪儿旅游了，告诉我说他也想去，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一个月开多少钱，我月月全给他花光了，我还剩什么钱呢？可是我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去哪儿去哪儿，想玩什么玩什么，我爸妈从来都不让我考虑这些问题啊。我嫁到你家了，又要考虑这些问题，又要考虑生活问题了。我看他就是被他爸妈宠坏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也就7、8千。他花多少钱？要个包就3、4千的。每个月都买吗？那不是每个月都买，但是他总有事情能花钱，旅游一趟又得3、4千。我现在基本就是处于每个月都剩不下钱。都去哪玩过呀？就那天，他在短视频上刷着那环球影城了，说啥当天非得要去。我特别耐心的跟他说，我说咱看一看，就是人流量怎么样，票价怎么样，死活听不进去，就跟小孩一样。我说当时不给他买，就得耍。我拗不过他，我说跟他去了到那儿跟我冷着个脸。我问他半小时，他也不说，到最后告诉我没买优速通。你说我也不知道优速通是什么东西啊。可是我跟我爸妈出去，从来都是玩好、吃好，什么都不用担心。我想什么时候去就想什么时候去，我想要啥就买啥。我反过来到你家，还真是得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了。那你就在你爸妈家待着，别出去不就得了？对。可是我俩毕竟10多年的感情了呀。你跟你爸你妈感情更深，20多年呢。呀，这婆婆厉害呀，2个婆婆，她花钱大手大脚是吧？她每次到那儿就是景区东西本来就贵，我说提前咱拿瓶水啊，拿点吃的呀，从来没说拿过。到那儿只要是能玩的，还有能吃的、能看着的，都想试试，都想尝一口。等买完之后，她吃着不好吃还扔给我。出来玩了，我就想怎么享受，怎么开心怎么玩呗。唉，那你们要平常争吵吵架之后以什么方式缓和呢，小朋友？我去找他道歉，不管是谁的错，都是我来承担这个错。这姑娘刚才说你们10几年了是吧？认识？对，我们俩是打小就认识的，是小学同学，然后家里离得也不算太远，恋爱是在大学之后才开始谈的。那你们在吵架，双方父母知道吗？会介入吗？我平时基本上没和我父母说过这些问题，然后他父母那就不算是介入了，平时有事没事挑我刺儿。但是我最受不了的其实是
我俩吵完架之后，他不光跟我闹，他还跟我父母撒泼。我那也不是撒泼啊，我就是待着没事跟他妈聊聊天，拉拉家常，到他嘴就变成撒泼了。他现在还在这嘴硬。有一天我妈莫名其妙给我发一大段话，我这还有聊天记录呢。发的啥？就之前我妈跟我说，平时让我别跟她老生气，让我多让着点她，说什么花钱不够再管她要。我之前从来没跟我妈说过类似的事儿。这妈可以啊。我平时的话不和我妈说这些事儿吧，我怕她操心，因为她从来不考虑这些。她跟我吵完之后，她觉得不舒服，还要和我妈说。看这个记录，妈妈好像对她还比较认可，是吧？因为我没跟我妈说过她平时做什么，连上次我爸跟我说管他们家里借钱嘛，我跟我爸说的不是说他不想借，我瞒着他，我说我感觉这么说不太合适，我一直没和我父母告过他状，没说过他不好。唉，挺不容易的啊。我家里人对他好，对他认可，他不把我家里人当家里人呢。我妈前段时间把胳膊摔伤了，然后骨折之后在医院里边住院，我就在医院这么长时间，他还跟我订完婚，他别说来这儿看一眼，别说帮忙，打个电话问都没问一下。啊？那你母亲住院几天啊？得有半个多月吧。一次都没去过？一回都没来过。我跟我爸妈相处就这样的，我家的事就从来就不用我管，也不用我操心费心啥的。到他家就得管他家的事儿，又管这么多事儿。不是，住院，你有朋友吗？有。你朋友住院你看吗？可是我去看他妈的话，我就是又得管这个管那个了呀。他永远都是考虑自己的感受。那你没跟他说，你说你来看我妈吗？我没有要求他，我就看他能不能就是自己想到这方面。是不是说如果没有这20万彩礼的话，现在你可能翻身都走了，连这个节目都不会来？对，本来我当时知道他相亲这个事儿，我当时已经是不想继续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把这个彩礼退回来，咱两家就算两清了，就以后什么关系没有了。然后他这边不乐意了，他过来这边又纠缠我。这钱能还给人家吗？可以还给他，但是我不想跟他分手，我还想跟他好呢。我俩就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还爱他呢，而且他不是你爱他什么呀？他对我也挺好的呀。他肯定是对你好啊，就是你爱他什么？你对他好吗，姑娘？我对他也好呀，我俩都互相陪伴这么多年了。你除了陪伴他，你还怎么对他好了？我也为他考虑了呀。比如说？我也给他省钱了呀。给他省什么钱了？我跟他出去玩花的钱比跟我父母出去玩花的钱要少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没长大。你觉得你现在适合结婚吗？适合结婚呀，我也为他考虑呀，我也会替他分担一些事情呀。不是，你婆婆都住院了，你都没去看过，你给她分担啥事儿啊，孩子？可是我陪着她呀。哎呀，我的妈呀，太小了，真不适合结婚，心智还没成熟，还没长大，铁定分手吧。我到这儿就是想处理这个彩礼给我退回来的事儿，我就是想让他看清楚，他自身到底有什么毛病。行，姑娘是不是很纳闷儿，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对吧？对。你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分析，好不好？好。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我觉得你不懂得人情世故。
几年了，你们家人也认识她10几年了，对吧？我们家里人其实对她不太熟悉。我的意思就10几年的时间了，你不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吗？你不知道她是一个只管自己的一个姑娘吗？在中学之前的话，感觉就是一个普通同学，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过她。在高中之后，我们2个越来越好，只有在大学才确定恋爱关系。那也好多年了呀，你没发现她是这样一个人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问啊？你们一家人都属于那种又善良又老实，说难听点还稍微有点窝囊。就你妈还要甩出1000块钱，说你对人家小姑娘好点儿，这彩礼都眯了，然后还去相亲的人了，你还让儿子又拿出来1000块钱，让儿子去讨好这个姑娘，太善良的一家人。因为我俩相处这段时间，我没有说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爸妈。你不用说，因为你爸妈就是老实善良本分的人，觉得我儿子跟一个小姑娘好了，那咱家就得对她好，但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什么所谓的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知根知底的人就值得我们一生相守。所以你要再谈恋爱，你也要记得，婚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背后还有2个大的家庭，你要对你爸爸妈妈好一点。女生，我想说啊，你要说18岁之前，你没有成长成为一个通情理、善良、有爱、孝顺的人，18岁之前父母没养好你，18岁之后你自己也没有成长，你的心中其实是没有什么叫做我应该付出，我应该对别人怎么样。我相信将来就算你爸你妈受了伤，你可能都不太会去照顾他。在这一块他是有一个障碍的，他爸妈从小没有教会他，他自己也没有学会，他们只会索取，知道小伙子家没有那么富裕，还要那么高的彩礼钱。所以如果你将来还对幸福有所期待，2个方向，女生，一回到你父母的身边，回家去做乖宝宝，他们有钱愿意给你花，他们生病了你不去看，他们说哎呀我姑娘太累了辛苦，你个她玩去吧，也许他们还能包容你。2，把自己的心门打开，去拿出自己的爱、自己的能力去关照别人，这个别人不仅仅是你的对象，还有你身边的人，学会用情感和这个世界发生链接，而不是索取，你才有可能幸福，明白吗？谢谢。真正的爱啊，女生是要互相的满足，互相的滋养的。你有给他什么？宠爱或者宠溺，少了则情淡，多了则寡恩。这点既适用于恋人之间，也适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考虑我的付出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对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花我父母的钱比花他的钱多多了，但是你丝毫不考虑他的感受，你只是在满足自我的一个欲望。而人的欲望就是被这种宠溺喂养大的，从你父母对你的一个溺爱，到现在他对你的溺爱，一个无缝的一个接盘嘛，以至于养成了你的现在。你没有自我意识，你也没有说去爱人的意识，都是在唯我独尊，我满足就是最好的了，自己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其实呢根基是虚的呀。他今天就说了，把20万还给我，我要跟你说再见，你接受得了吗？你无能为力啊，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啊，就只能说我不想，我不愿意。谁能惯你一辈子呀？没有任何人要惯你是理所应当的，你必须付出才能得到。男生，这段感情当中好像说他的比较多，你就没有问题吗？无原则的宠溺他是什么？背后只有3个字儿啊，我不配呀。你自己就看不中自己呀，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去认错呢？为什么我明明支撑不起20万的彩礼，我们要去做呢？还要害得自己的母亲说：“哎呀，你要多给他钱呀，这1000块钱给你了，你收没收？”我没有。你没要是吗？对。哦，你还有点良知。另外，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真的是爱他吗？我认为不是。你在刷自己的存在感。你在全部的付出的时候，你根本不是指向的他，你是自我感觉说我是有价值的，这不是爱，对吗？这是一个假象，赶紧分开吧，就这样。
一个孩子7、8岁的时候，他如果犯了错，我们会严厉的指出来，去批评他。一个姑娘23岁的时候，她犯了错，我们喊她孩子，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现在发现很多家庭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宠溺，往往不在他的年幼时候，不是说年幼的时候不宠啊，也宠，但是他真正最大的宠溺，他反而是发生在这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社会的时候。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独生子啊，他面对社会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说，哦，你吃了亏，回来吧，你可以不做这件事儿，或者说啊，这个事情是别人不对，不是你的错，凭什么呀？我跟你讲，姑娘，在《流浪地球》你看过吧？《流浪地球》里面拿出一张人类腿骨的照片，说那是社会形成的标志。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有一个人，他自己丧失了劳动力，丧失了自由度之后，有人去照顾他，有人把自己吃的让给他，有人去保护他。而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只是跟他产生了感情。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生。人类社会的产生，我们身上产生一种善念，这种善念叫利他。而在你和在你家人的身上，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利己，所有的东西都要往家搬，所有东西都是只进不出。所以姑娘，你的整体的价值观和教育形成了一个问题。你可能现在觉得哇，我过得很好，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慢慢会发现，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在任何一个人群里面我融入不进去？为什么做任何一份工作同事都要排挤我？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愿意和我长时间的做朋友？为什么以前那么爱我的人，现在一个个变得这么冷漠、冷冰冰的？为什么？都是这些人的错。是全世界都错了，只有你们一家3口是对的，是吗？是因为你们没有社会性，你们早就是人群中的异类了。至于男生，我觉得保持你现在的状态，保持你现在的理智，你终于清楚清晰的明白你爸妈的血汗钱该花在什么地方和不该花在什么地方。人的感情不是自嗨出来的，你谈了一段3年的自嗨的感情，该醒醒。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需要陆琪老师帮助指点一二的话，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他。如果你说，哎，我是爱宝的老粉和老观众的话，陆琪老师有新手礼送给大家。陆琪老师最后说那句话，我特别希望你能记住，因为你看你做事是有分寸的，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解决，包括你父亲让你去做这个事儿，你都没有把这话翻给父亲。成年人嘛，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就行了。女生，我觉得你现在是真的不适合结婚，就是你需要重新成长和历练。我其他都不说，算未来的准亲家，胳膊摔了，咱能不去看一眼吗？你爸妈也没去看？没有，没跟他们说。为啥不说？我觉得跟我爸妈他们没什么关系。行吧，就把彩礼退了吧。就此分开吧，姑娘，我觉得你需要成长了，你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需要很多人爱你，你也需要爱很多的人，好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回去就把彩礼退给你，我相信我们还有感情呢，我不想和你分开，让我们从新开始好不好？我还是很爱你的。其实，认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是从最近这2年才开始认识你的，这些事情确实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需要一个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我不能说把我的未来就这么轻易的葬送了。我还不想和你分开，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不是吗？我会好好改一下。谢谢老妹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一下吧。男生应该是不会出来，女出男不出。我希望女生也别出来了，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成长了再谈恋爱吧。男生很坚决。女生可能还要争取一下，男不出女出。
女出男不出。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我会。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